大家好，我是心怡。很多南方人都和以前的我一样，一做面食就找不着北。好在有了网络，我们可以和北方的面食高手学习。但是视频看多了就会有一个新问题，同一种面食，到底哪个配方更好，更适合自己？那今天我们就拿包子来说事儿。好吃的包子，皮薄馅儿大，而且吃口暄软松爽。这就需要既蓬松又有延展性的面团。网络上基本上有5类做包子的配方。第一类是比较传统的，在中筋面粉里除了加糖和酵母以外，还要加泡打粉，用温水来和面。第二类，在中筋面粉里除了糖和酵母以外，还加少许盐和油。第三类比较简单，在中筋面粉里加糖和酵母来和面。第四类最简单，把糖都给去掉。第5类就是用高筋面粉来做包子。现在来和面，把糖和温水调和，通常糖的量比较少，因为今天做菜包就多放了一些。加入泡打粉拌匀，再把无需泡发的 instant 酵母和中筋面粉混合拌匀，干湿混合在一起拌匀。成团后用布盖好，让它静置10分钟再揉面。静置的时候，你可以假想面粉里的淀粉在找水喝，蛋白质在筑网，帮我们干活。那然后我们在揉面的时候就会比较轻松。10分钟后再揉面10分钟。如果10分钟太辛苦，你可以揉3分钟、5分钟。至于揉和不揉的差异，你可以看我上一个视频。如果你有一个 mixer 搅面机，那就用低速来混合材料，然后低速2分钟，再中速2分钟。揉面的时候，用4个手指把面团往后拢起来，再用掌根往前推出去。推出去的时候，能够感觉到面团和桌面或者是容器底部的摩擦，然后再转一下。右手揉面就是顺时针转，左手揉面就是逆时针转。2个手轮流揉就是8字形。如果面团做得很大，那就2个手一起往前往后，没有转的动作。最后把它拢起来，用湿布盖好，醒面1到2个小时。配方不同，但和面的方法基本一致，我就不一一演示了。现在来做我特别爱吃的包子馅。去年春天做的第一个 YouTube 视频就是菜包，用的是应季的菜尖和香菇木耳。这次刚过霜降，矮脚青菜变得又甜又水润。把菜洗净沥干，只用青菜也可以，但是如果你喜欢，可以加一些新鲜或者冰冻的荠菜，外加2种新鲜的蘑菇 Maitake 和 King Trumpets， 再加少许姜来平衡寒气。第一步来做提味的蘑菇酱。蘑菇的品种可以随意，但是尽量新鲜干净。而且蘑菇要好吃，就只能给它搓澡，不能给它洗澡。尽量切成均匀的小粒。我用的是橄榄油，中火来煸香蘑菇，大约要煸炒10分钟。目的是把水分逼出来，蘑菇就更香。这也是尽量不要洗蘑菇的原因。在放蘑菇之前，其实应该先把姜煸一煸出香味，一不小心中年健忘，所以放得晚了，等一下再拿出来。10分钟后，蘑菇的水分基本都逼出来了，改成小火调味，加入盐、蚝油和糖。蘑菇酱的入味比较重，这样青菜就可以不加或者很少加盐，这样可以避免青菜出水。5分钟后，蘑菇酱已经收汁，冷却备用。然后把青菜在沸水中过一下，大约3分钟。快速过冷水，冰水更好，来保持绿色。沥干后切小，再次控水。如果你不是很怕冷，冰冻荠菜在半化冻的时候是最好切的。也把它切小，挤干水分。
给青菜入味之前，先回过头来说一下包子这种面团的特色。做大包子通常用的是全发面，又叫大饺，它的特色就是质地暄软。暄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有很多气孔。为了保持绝大多数的气孔通畅，那做包子的时候，不管什么馅料，控制水分就很重要。那再来说青菜，青菜如果不过水，口感生涩，不好吃。而过了水，它反而会出水，所以过水一定要快，防止出水过多。青菜当然不能不挤水，但挤水过多它就会柴。为了保持青菜的水分，尤其不能让盐使得青菜再次出水，所以在入味之前先给它穿一层油雨衣。我用的是初榨橄榄油，把它拌匀。馅料基本上都是熟的，你可以尝一下味道，如果需要可以加盐。为了双保险来锁住水分，这里要加一个秘密武器，那就是香喷喷的面筋球。面筋球是干的，所以有多余的水分它也会吸走。同样的道理，北方人爱用的是粉条干，南方人还有的就是干的腐皮丝。馅料做好，现在来包包子。今天雄心勃勃，一下子和了好几种面团来给大家演示。面团一个个长得差不多，为了区分，剪一些不同形状的油纸。1个半小时后，你能看出这些面团的差异吗？手感上，高筋面粉相对最结实。加了油和酵母粉的面团最松软。那我们就把它包成包子，蒸好之后尝一尝。这里要压一压面团来排气。排气的时候，你不要担心面团不会蓬松，因为往往在做完包子2次醒发的时候，新产生的气孔会更加均匀。同时，你也不得不排气，不然鼓鼓囊囊怎么包呢？撒一些干粉，把面团揉匀搓条。菜包子可以做得大一点，每个面剂子50克，学着高手来揪一揪，果然分量不准，还需要锻炼。如果要继续练习，我想是要对面团的直径和自己虎口的尺寸有着正确的认识。面剂子的重量一致，那么做出来的包子大小也就一致。撒一些面粉，用手按扁。按的时候尽量用掌心均匀地压一压，按压的目的也是为了排气，能够使得包子的表皮更加光滑。擀皮子的时候中间厚四周薄，这样不容易塌底。包子塌底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发酵过了头。吃菜包子主角就是菜，如果可以尽量包得多一点。有一个窍门，就是手心往下凹，然后一边加馅一边往下压一压。在捏起来之前，还可以像做烧麦一样收一个高腰。然后用食指和拇指一步一步往前捏，不要着急。右手捏的时候主要是往前，而不是往上，反而你的左手是在往下兜。一边兜住，一边也跟着往前转。收口的方法很多，你注意一下我左手的大拇指。再来包一个。在收口之前已经形成了石榴状，这个收口就是先捏成小鱼嘴，再收起来。
收得好的包子是经得起吊的。包完的包子进行2次醒发。2次醒发不但能够使包子重新蓬松起来，还能够保持褶皱的形状。做了4种面团的包子，但是2次醒发的时间从20分钟到1小时不等。水已经烧开，上锅开始蒸。包子比较大，蒸15分钟。15分钟后关火，再等5到10分钟。开盖后看似没了热气，包子还是很烫的。各种配方都是成功的，差异很小，我们来尝一尝。第一个包子做的最早是只带糖的，因为2次发酵超过了1个小时，表皮有点硬。打开后尝一尝，还是很暄软的。同样的配料，第2个包子是用高筋面粉做的，相对最容易就扯开了包子，比第一个同样材料的中筋面粉吃起来更有嚼劲。我个人还是喜欢中筋面粉的口感。第3个是加了油和盐的。在包包子的时候，相对前面2个面团，这个面团包起来更有延展性，容易包。尝一尝，我倒不是很喜欢它的口感，因为有点黏。我想这更适合做馅小一点或者带汤汁的肉包子吧。最后一只包子是加了泡打粉的。泡打粉是一种快速性的化学蓬松剂，所以这个面团发酵的特别快，而且包起来也很顺手。如果仔细看，颜色很白，吃口也很暄软。总结一下，因为对于发面最重要的面粉质量、水温和水量的配比、酵母与糖的用量、室温和湿度的一致，所以所有的面团做出来的效果差异不大。相对来说，我最不中意的是高筋面粉的那个面团，最喜欢的口感是最简单的配方和加了泡打粉的面团。但是泡打粉是化学蓬松剂，商家喜欢用它，不但因为它比酵母粉要便宜很多，而且发面快、省时间又显得白。所以呢，转了一圈，这就更加坚定了我在家用酵母做包子的热情。如果你现在还在看我的视频，你一定也很喜欢吃菜包子，也非常感谢你的耐心。祝大家做出永不失败的好吃包子。